今天呢，我给大家说一些实话，绝对是大实话。再这样下去，绝对会有很多人卖掉城里边的房子，返回老家，返回农村。就我们县城大多数商品房小区，新盖的商品房小区是没有炒房客的，主要被哪些人买走的呢？主要被那些农村进城买房的这些人，他们着急结婚。假如说在县城没有房子，就结不了婚，不得已在县城买了房子，算是安下来了一个家。但是呢，在县城有了房子之后，他们的工作就在县城了吗？大多数人并不是这样，往往有2个工作途径。第一个工作途径就是继续在农村老家种地，或者做一些养殖、养羊或者养牛。大多数生产活动都是在农村的，县城的房子空置起来，长时间没有人住。另外一种工作途径就是到大城市去打工，去省会城市或者去北上广深。这种情况更加极端，因为房子很可能整整1年时间，也就过年那几天有人住，大多数时间是没有人住的。当然了，也有第3种情况，那就是在县城这边随便找一份工作养家度日，收入呢也不会特别的高，这种人比较少。就比方说在县城这边专业干杂活，干一些装修上的活，或者工地上有什么活。但是呢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些人年龄也是越来越大，超过35岁。很多人发现，在城市里边很多活自己干不了了。就比方说很多人原本长时间在外地大城市打工，但是到了30、40岁，发现自己找工作没有优势，很多公司、很多单位超过35岁的不要，超过40岁，很多人也不愿意到工地上干活，或者干一些脏活累活。年轻时候对于城里边生活的美好向往逐渐褪去，在这个时候人呢往往更加理智，也更加的现实。面对着一套长时间不住的城里面的房子，很多人的选择就是把房子卖掉，然后返回农村老家。毕竟呢，一方面你在这边没有稳定的工作，而且也没有稳定的朋友圈、亲戚圈，另外一方面长时间房子不住，每年还需要缴纳高昂的物业费，每个月呢也需要源源不断的还上这个房贷，自己在这边养着这套房子。因此呢，我也说出了这句话，很多人预测再这样搞下去，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卖掉城里面的房子，返回农村。当然了，很多人会说，返回农村就是返回贫穷，农村有什么？什么都没有，只有1亩3分地。但是呢，也不要小看了这1亩3分地，在农村可以从事农业劳动，这是一个最低的生活保障，生活成本非常的低，在城里边需要非常累才能实现的一个最低生活保障，在农村老家呢，很轻松就能实现，这一点对于很多人还是很有吸引力的。当然有钱人很难体会，那么大家对此有何看法呢？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，我们一起学习，一起探讨。好了，今天这条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，喜欢的可以点个关注，拜拜。